精致生活触手可得，欢迎关注奇想人生。大家好，我是朗奇。我们来到了帕玛强尼品牌的展厅。帕玛强尼是一个瑞士高级独立制表品牌。帕玛强尼先生本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古董钟表修复大师，国宝级的一个大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会有很多会让我惊喜的地方。看见它那个大的画面上的那个热气球了吗？叫 Time is Flying， 就是时光飞逝。我还停留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这一下一晃1年过去了。帕玛强尼始终坚持一个品牌的设计语言，就是纯粹主义美学。我理解这个纯粹主义美学，其实不论是从设计语言上也好，是从这个哲学上来说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这么一个结果。化繁为简其实是最难的，简约。但是它一点都不简单，因为你看到它背后它的机芯的，不管是从打磨也好，复杂功能的一些设计也好，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你在它的表盘上看到是极为简单的造型，只有很简单的分针、秒针、时针和刻度，连个数字都没有。对，我认为它把纯粹主义美学做到了极致。为了庆祝龙年的到来，帕玛强尼针对限量艺术品系列的自动座钟进行修复，然后命名了 Tempus Fugit。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玉龙慧珠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咱们看到这款座钟，它采用了帕玛强尼独立开发的机械结构。这上面这条龙每小时绕一圈，不断追着这个宝珠。宝珠呢，每6个小时挣脱它的龙爪，一直在上演这个游龙戏珠的这种游戏啊，还是挺有趣的。当这颗宝珠移动位置的时候，它就会响一声钟声来通知主人。然后咱们看这条龙啊，细节满满，满身的龙鳞比较复杂。其实中国传统的习俗的这个龙身上通常要有117片鳞片，这次这个帕玛强尼设计的这条龙，它拥有585片鳞片，这是一个能被9整除的数字。它这鳞片啊，全都是天然翡翠制作的，设计以后切割和抛光，最后呢，这些鳞片用铆钉固定在这条龙身上。它这个底座里边，它有一个机械结构，代表鲤鱼游动的这个河流。这个底座是无色水晶切割的，咱们可以看见它的机芯，这个镀金的银环啊，它标出了中国特有的12个时辰，每24个小时转一次。固定时标也是翡翠制作的。这款座钟呢，它里边含了有1000个组件，它整个下来工时在5800个小时以上，是在咱们帕玛强尼的创意和指导下制作出来的。现在我们来到了帕玛强尼的小单间里，是这样的啊。刚才我在外边说到了 Time is Flying 是帕玛强尼的一个 slogan， 就是时光飞逝，转眼间1年就过了。帕玛强尼今年新品的最大的动作是 Toric 系列重磅回归了。Toric 系列是帕玛强尼先生建立品牌之初的第一个系列，而且这个 Toric 呀，有众多的皇室人员也好，是一些欧洲的贵族成员，他们都非常喜欢收藏的一个系列。众所周知的查尔斯国王，他就收藏了一款Toric 的腕表。那么现在呢，我会带大家来最近距离的看一下今年 Toric 出的这些新款的腕表。Michael 啊，我看到咱们这个 Toric 这款18K 玫瑰金的 Toric 呢，它有很多细节我特别感兴趣。首先我看到表圈滚花，它有一个向下的弧度，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其实这个向下的一个弧度呢，是基于19世纪一个非常复古的表盘的制作工艺去完成的。当时19世纪的时候呢，很多的品牌在表盘制作上面会去做这样的和常规的水平的这样的表盘有所区别的，在最外圈的边缘上会有一个弧形下坠的这样的一个表盘。这呢其实是一个高级的传统的瑞士制表工艺，当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现在也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品牌再去使用这样的工艺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创始人老帕先生他还是非常执着于对于传统瑞士制表工业的这种复兴和传承的。
所以它在这块新的 Toric 上面又沿用了这样的复古的表盘工艺，其实还是能看到细节的。是的，咱们别看它简单的，好像只是做了一个向下的一个动作，但其实是在于一个设计理念上和它遵循传统的这种精神是很不容易的。面盘的颜色呢，我一直在研究，我用寸镜看过它的盘面的颜色，它的色彩一种非常细微的颗粒状的盘面的效果，这个也据说是帕老先生的一个独家秘诀。是的。这个表盘的这个打磨工艺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创始人米歇尔·帕马乔尼先生从19世纪的腕表的制作当中得来的一种工艺，并且由他亲手教导我们现在的表盘的打磨师去完成的。那这个工艺是怎么样去制作的呢？就是会在打磨成型的精致表盘上撒上粉末，那这个粉末呢，是由塔塔粉、碎海盐还有银的物质混合而成的一种粉末，再加入去矿物质的水混合成为糊状物，经过特殊工具的手工打磨，最后形成了这样特殊的一个表盘的一个饰纹。所以其实这是帕老先生他以前在修复古董的钟表和古董的收藏品的时候用过的一个工艺。这个不能说一定是从古董修复当中汲取的，但是老帕先生他本身就很执着于这些传统的经典的瑞士制表工艺，所以说他只是想要去把这些工艺再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可以见证瑞士制表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我只能说这个工艺是在19世纪有品牌会去使用，但是目前应该已经没有品牌在使用这样的复杂工艺了，因为这个是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也是非常考验表盘打磨师的工艺和手法的。还有一处细节啊，这个表带儿，很多腕表的表带儿它都是线状的，它的这个针线呀都很明显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表带儿啊，它的针线它是点状的。还有一个，我摸到它的时候是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像是一种绒布的感觉，但是呢，它是一条鳄鱼皮的表带儿。所以呢，这条表带儿在工艺上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个表带的材质呢是鳄鱼皮，但是通过品牌的一个特殊处理之后，它会在最终呈现上呈现一种磨绒的质地，更有质感和对于一种色彩上的一种呈现。那另外呢，在缝制的这个技艺上面呢，是采用了源自那不勒斯的一种高定服饰的点位缝制的技术去缝制这样的表带。这个也是希望说赋予整体腕表一个正装腕表新佩戴示意的一种点缀。所以其实大家每次看到有一些腕表它的一些细节呀，它在背后会花很多心思在里面。哦，对了，我看到这个颜色很特别，它这个颜色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称呼？Toric 小山针腕表玫瑰金款，它的表盘颜色呈的沙金色，这样的颜色呢，它其实并不是平白无故品牌去创造出来的，而是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纯粹主义的一个巨匠，同时也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大师，叫勒柯布西耶，他创造的一个色彩宇宙中，品牌从中汲取了灵感，然后赋予了我们腕表一个全新的一个色彩的呈现。所以其实纯粹主义美学，它在背后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最重要的，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机芯了。这个机芯啊是全金质的机芯，全新帕玛强尼 PF780的机芯。那么这款机芯它是一个手动机芯，是真正能够让咱们的这些爱好腕表的朋友啊，他去体验这个手动上链的这种乐趣，非常丝滑。双发条盒的这个地方呀，有帕玛先生本人的一个签名。讲完了这么多细节，那最重要的问题又来了，这款腕表售价？这款 Toric 小三针腕表玫瑰金款的官方售价是人民币38.3万元。好了，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场馆已经慢慢人去楼空，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我们会在今后的时间里为大家呈现这些参展品牌的一些新款腕表。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再见。